刚被村长儿子牛了，转头又被女变态盯上，明明和我才认识1天，居然就爱上了我，还要强行和我亲嘴，可我却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但女孩在听到后却显得丝毫不在意，反而变得更加兴奋，直接抱着我就扛了起来。慌乱之中，我一下将其给推开了，女孩被推倒在地。在看到我明确的态度后，她只好回到了床铺。可第2天，我便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，女孩竟然自杀了。不至于吧，只是拒绝亲嘴，竟然就自杀了。我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，可刚出洞就看到了2个没有头的火腿，直接一个冲撞就将我给杀死了。等再次睁眼时，我已经回到了1个小时前。是的，我拥有死亡回溯的能力，这次我一定不会拒绝你的请求了。1个月前，我还是卡塔夫村的一个普通农民，整日被村长儿子带人欺负，就因为我长了一头银色的头发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农地减产是因为我。可我却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期望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的人，奈米亚，她是我心中的白月光。每次我被人欺负后，都是她跑过来安慰我，她也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我头发的人。可这天，她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，她要和村长的儿子结婚了。一瞬间我如遭雷击，心中思绪万千，可到了嘴里却成了一句恭喜你。她顿时惊恐地看向我，随后又低声问道，你准备一辈子在这个村子吗？我并不想在这，因为这里的村民都在虐待你。闻言，我显得有些无奈，可他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并表示要和我一起逃离这个村子。他会去家里拿钱，然后和我去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同时他也不想和村长儿子结婚。看着他的眼睛，我最终吻了上去。晚上我收拾好东西，满脸的开心，因为终于可以从这个糟糕的村子逃离了。可刚到内米亚家楼下，便听到了一阵惨叫声。我慌忙冲了上去，却看到了村长儿子和满脸泪水的内米亚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怒火涌上心头。他们好奇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并叫我滚开，我却直接一拳轰到了村长儿子脸上。可他却凭借着人数优势和强壮的身体，很快就将我打趴在地，随后更是将我的指甲给一根根拔了下来。看着我的惨状，内米亚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哭泣着说会告诉几人我来的原因。我嘶吼着让他不要再说了，可由于一直在被殴打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，而内米亚也将一切都告诉了村长儿子。意识留存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了村长儿子死死地掐住了内米亚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不舍。翌日，我便被逮捕了，并被村长几人陷害，成为了杀害内米亚的凶手。好在这个世界并不会直接将人处死，而是流放迷宫。伴随着神官的一句行刑，我被推了出去。所有人都认为我必死无疑，因为这是3S 级别的迷宫。一阵光芒闪过，我带着恨意被传送到了迷宫里面。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长长的走廊，这就是3S 级别的迷宫吗？感觉也不是很危险吗？可刚想到这，身后就出现了一只极大熊，这顿时把我吓得不轻。这种怪兽我听冒险者说过，在野外遇到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我赶忙逃跑，可巨熊也注意到了我，直接一拳轰了过来，却没打中我，反而将地板打穿。我慌乱地叫喊着，希望有人来救我一命。可没想到真的有一道人影出现了，是一个女生，她给了我一个技能回荡，随后便消失不见了。喂，至少帮我把巨熊处理了吧，这个技能究竟怎么用啊？还没想完，巨熊的拳头就落了下来，直接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。只是一拳我就死了，再睁眼我竟然又活了过来。刚刚分明被巨熊打中了呀，回头一看巨熊就在身后，随后一拳轰来，我又死了，可我却再次复活了。回头一看，巨熊还在身后，跟上次一样，我被一拳轰死。同样的情况又来了一次，在死亡了不知道多少次后，我终于明白自己这不是复活，而是回荡了。可是被堵出生点了呀，我会一直这样被杀吗？我开始思考逃脱的办法，逃到后面被杀，向左向右蹲下来往上跳，一次又一次，我一直被杀，不如就这样杀了我吧，如果可以死亡的话，就能摆脱痛苦了。是不是只要关掉保存和重置的技能，就可以从地狱解放了？想到这，我点开了技能面板，就在这里，如果我关掉它，就可以彻底死亡了。可这时我想到了内米亚和村长几人，这样的恨意就算消失也没什么大不了吧？不，绝对不是。随后我转头扑向了巨熊，巨熊一拳落下，却没有打中我，躲开了第一拳。虽然第二拳就将我轰杀了，可我却看到了希望。就在死亡了几百次后，我明白了躲开的方法。首先，巨熊挥动右臂时，通过前面蹲下躲开；左臂挥下时，向左翻滚，跳到巨熊正后方。我不断的躲闪着，直到找到机会，一拳打在了巨熊脸上，成功了。随后我赶紧跑了出去，必须在巨熊追上我的25秒内找到出路。宝箱里空无一物，或许那条我没走过的路有机会。我毫不犹豫直接冲了过去，咔嚓一声，我踩中了机关，直接落了下去，死亡。再次回荡，又尝试了200次后，我选择击中巨熊的眼睛，拥有了35秒的逃跑时间。我毫不犹豫地踩上了机关，然后跳了下去。巨熊离我只有1步之遥，而我却没有死，我踩着缝隙活了下来，终于成功了。唯一的生路就在这里。表面清纯可爱的春，背地里竟然是个变态。明明和我才认识1天，竟然就想着做我女朋友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，可没想到第2天他竟然就选择了自杀。我慌忙跑了出去，可刚出走廊就被无头马杀了。当我再次睁眼时，我重新回到了宝箱房间。根据上一次的经验，我再次找到了春，这一次我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可没想到剧情竟然发生了变化，
1小时前，在击败巨象后，春带我来到了一个房间，他告诉我这是吸血鬼尤蒂托为自己准备的。我有点担心，怕被对方发现，可春却显得毫不在意，并决定在这里过夜。随后，他邀请我坐在他旁边，表示要和我好好聊一聊。犹豫了一瞬，我选择了坐下，随即率先开口问道：“春，你不觉得我很奇怪吗？因为一头银色的头发，可他却说我的头发很漂亮，这让我心中有些欣喜。因为这头银发，我常常遭到别人的欺负，除了内米亚，春是第2个夸我的。”随后，春又表示自己是个异世界人，我有点惊讶，来自异世界吗？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相信他。他开心一笑，随后靠在了我的肩膀上，这种感觉让我有些奇怪。突然，肚子发出咕咕声，他在听到后，竟然选择去帮我做饭，熟练的切肉、煮汤。几分钟后，一桌丰盛的晚餐出现，我吃了一口，发现出乎意料的好吃。这还是我被放逐后第1顿像样的饭，我顿时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他在看见后，关心的询问起来，我解释可能是被辣到了。而这时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决定休息，可只有一张床，我选择睡沙发，可他却邀请我一起睡床上，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拒绝。睡觉前，我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事，心中对逃出地下城有很大的信心，毕竟春的战力很强大的。可身后却突然传来动静，春竟然摸了过来，我顿时被吓了一跳。随后他便吻上了我，并表示想成为我的女朋友。看见他如此的热情，我表示自己有喜欢的人了，可他居然毫不在意，反而显得更加兴奋起来，然后就直接强吻我。这时内米亚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，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春，看到他摔倒在地，我慌忙询问他有没有事，而他也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转头就回到了床铺上。我也重新躺了下来，本想着第2天和他道歉，毕竟接下来的路还要靠他，可没想到第2天我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，春竟然自杀了。喂，不至于吧？我瞬间呕吐出来，全身的恐惧让我止不住发抖。春是因为我的拒绝才自杀的吗？无法理解啊！我慌忙跑了出去，刚一出洞，我便遇到了无头马，他们只是一个冲撞便杀死了我。再次睁眼，我重新回到了宝箱房间，思考着上次发生的事。因为我的选择，春选择了自杀，我该怎么办？春的爱我要接受吗？奈米亚已经死去了，但是春还活着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阻止悲剧发生。我再一次触摸了结界，春再次得救，和上一次一样，他询问我是谁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，可他却一脸冷漠，并表示在我的身上闻到了一股臭味。什么情况？眼前的这人怎么感觉和春不一样？我问他是不是春，他却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原来和你不是初次见面啊！根据我的推断，你上次对我有敌对的行动。我刚想解释，他却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然后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伴随着手指用力，他凶恶地开口道：“别以为死后一切都恢复了，就算死，你的行动已经刻在了灵魂。”我询问他是谁，他却自顾自地开口道：“我的本体怎么会和你这种邪恶的存在说话？”我想让春和我对话，可他却表示春拒绝了。随后，他对我发出忠告，不要和春扯上关系。紧接着，他便扭断了我的脖子。我再一次回到了宝箱房间，回想着上次的经历，春感觉像变了一个人。还有最后那句忠告，如果再去的话还是会被杀，不如这次选择其他的传送阵。刚一出现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走廊，和春所在的路线一样，可走到尽头后，却遇见了一个美少女。我有点惊讶，她也好奇为什么会有人来到这里，而我的脑海里却思绪万千。这种地下城竟然有个美少女在悠闲的喝茶。她询问我有什么事，我直言想找出地下城的出口。她顿时恍然大悟，随后便表示我有些无礼。紧接着她举起了手，用指甲在手上划出一道口子。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幕，下一秒血液就变成了一把刀将我贯穿，顿时一股疼痛感涌来，而少女却面露癫狂，用死亡来弥补你的无礼吧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宝箱房间，这一次我真的有些恐惧了，怎么遇到的人全都有病啊？刚刚那个女生是吸血鬼真祖尤蒂托，像个可爱的美少女，却突然袭击过来，还是不要和这种疯子打交道吧。我这次选择了第3条路线，光芒闪动，我祈祷着这次不要再遇到那种疯子了。没想到这次走廊的尽头居然有一把剑，好奇怪的剑啊！我身上正好没有武器，有了这把剑，接下来的路应该能轻松点吧。我选择将宝剑拔起，触碰的一瞬，一股电流袭来，可我却无法放手。这种痛苦持续了10分钟，直到我昏厥过去。等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我没有死，剑还长到了我的手上，感觉融为一体了呀。可是剑很重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没办法，我只好走一步看一步。可刚出去，就遇见了一击魔物人狼。不会吧，看来又要死了。可手中的剑却突然冲了出去，然后一剑将人狼斩杀。什么情况？这把剑在凭借自己的意志行动，但是我不在意，只要能逃出迷宫，一切都值得。可没想到接下来的遭遇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。病娇、吸血鬼、魔兽、傀儡剑，随时变换的剧情，这种种因素结合，使我即便拥有回荡的能力，却依旧找不到那唯一的生路。时间回到1小时前，在我触碰魔剑后，它便和我融为了一体，这导致我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。一路上的人狼都被我轻易斩杀。很快我就来到了 BOSS 房，之前这房间里面是魔像，这次还会是吗？打开门后，里面的 BOSS 竟然发生了变化，从魔像变成了巨婴。在看到我的一瞬，他便扑了过来，
我一个闪身躲开，也不是很强吗？现在的我可不是之前的那个弱鸡了。巨鹰再次朝我扑来，我却轻松抵挡。这场战斗在魔剑的操控下变得无比轻松。突然，他猛地朝我扑来，我却看到了一丝破绽，直接一个抬手将他的头给砍了下来。真是轻松啊！有了这把剑，还有谁是我的对手？巨鹰死亡后，身后出现一条通道。此刻的我对逃出迷宫充满了信心。可很快，我身体变得疲惫起来，魔剑在不断的侵蚀着我，剑也变得越来越大。走着走着，面前突然出现一道人影，抬眼看去，竟然是尤蒂托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询问他有什么事，他却露出惊讶表情。这具身体还有意识吗？你问我有什么事？那当然是来处置你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这是要消灭我身上的魔剑吗？原来这把剑是寄生在人类身上，靠吃魔物来成长，十分的危险。我疑惑地询问他是不是要杀了我，他给出了确定的答案，随后毫不犹豫地拔下了自己的手臂。啥情况？自残啊？这究竟是要做什么？可很快我便明白了他的意图，拔下的手臂竟然变成了一把武器。紧接着他便面目狰狞地朝我扑来，我抬手挡住了他的攻击。看到这一幕，他显得有些惊讶。还有机会？我并不想就这么轻易的认输。随后一个发力将他逼退，他却突然笑着说道：果然成长起来的魔剑就不能简单对付了。我以为自己有胜利的希望，可他却突然将刀给抛到了空中，浅红暴雨。下一秒，长刀爆炸，无数的飞刀朝我射来，只是一瞬，我便被杀死。可尤蒂托却满脸的兴奋，又失败了吗？再次睁眼，我又回到了宝箱房间。目前的状况让我有些无奈，如果走第一条传送阵，就会遇到春，解开封印的话会被春的另一个人格杀死。第二个转移阵会遇到吸血鬼，会被他毫无理由的杀死。第三个转移阵获得魔剑，但一段时间后，尤蒂托会突然出现将我解决。我究竟该选哪条路？第三条吗？借助魔剑的力量击败尤蒂托，从而逃出迷宫。为此我要提前做好准备。那把剑是通过吞噬魔物成长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在遇见尤蒂托之前击败足够的魔物就可以了。既然决定了，那么就抓紧时间吧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我拿到了魔剑，来到了一个传送阵前。上次就是通过这条传送阵后遇到了尤蒂托，希望这次他不在了。果然，眼前的走廊空无一人。好，继续前进。走进一个拐角，我看见了10几只人狼，这是他们的巢穴吗？不过我却异常的兴奋起来，把你们都解决了，我就可以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尤蒂托。他看着满地的狼尸有点惊讶，而我也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。尤蒂托在看到我的样子后却吓了一跳，此刻的魔剑已经侵蚀了我半边身体，他却突然笑了，果然意识被侵占了。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他也没有解释，二话不说就想杀了我。我再次死亡，没办法了吗？即便是培养魔剑，还是打不过尤蒂托。在那之后，我不放弃的又挑战了几次，有时候感觉就要赢了，却在最后被魔剑完全侵占了意识。就算是那种状态，穿越了迷宫也没有意义啊，3条路线都无法走通，完全陷入了僵局啊。突然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我的脑海，纵使不行，大不了就是一条命。几分钟后，我出现在了尤蒂托的面前，他说着和之前一样的台词，记得第一次被杀是因为无礼。那么，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，并高呼道：参见吸血鬼大人，请求您让我成为您的弟子。听到我的话，他显得有些意外，随后又露出了微笑，并询问收徒对他有什么好处。我顿时慌张起来，好处？我可以听从您的任何吩咐。他面色一冷，随即开口：真无聊啊。随后便抬手将我杀死。又被杀了吗？但是有成功的可能，逃出迷宫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力量。尤蒂托虽然是个吸血鬼，但并不是无法交流的，只要能给尤蒂托好处，就有机会。我再次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同样的问题，我表示可以成为他的谈话对象。闻言，他有些无趣地抬起了手，我慌忙让他等一下，他停下了动作，我的脑海却在不断地翻腾着。对了，我一直在田地耕耘，所以力量上的工作可以交给我。闻言，他随手举起了桌子。力量，我觉得我的更大。我无奈地低头。他继续问，还有吗？我疯狂地想着，已经不知道能给他什么好处了呀。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他也举起了手。与此同时，我却突然站起了身体，并直言道，只要能活着离开迷宫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我最爱的女孩被人杀了，而我却被陷害，进入了这里，所以我要复仇。可尤蒂托在听到后却显得毫不在意，而我却继续凶狠道，我要对全村人复仇，在拷问他们之后，以最惨烈的方式杀死每一个人，然后把这场复仇送给尤蒂托大人。闻言，尤蒂托面色一变，随后露出了狞笑。有意思呢。我顿时心中一喜。他继续道，你会怎么样？真的想见证呢，但你不要高兴得过早。如果你通过接下来的测试，我就收你为弟子。随后他询问我是怎么过来的，我告诉他是传送阵。紧接着他告诉我，只要踏上了转移阵，就不能走另一条路了，但还有一个秘籍，可以走其他路线。说话间，他打开了一条通道，竟然还有这条路。紧接着他居然带我来到了魔剑房间，他给我介绍起了魔剑，可我对他早已了如指掌。而尤蒂托给我的测试就是控制这把剑，这种事情真的可以做到吗？他告诉我有10%的成功率，如果拒绝就会杀了我，而掌控的方法竟然是握住剑尖，再一口气拔出，接下来就是吞下去。什么？这么做
我不会被直接杀死吗？他面带笑意地看着我，无奈我只好照办。意识逐渐昏沉，面前出现了一道黑影。他问我是不是想成为他的主人，我却好奇这是啥玩意。他告诉我他就是魔剑，我顿时反应过来，这就是魔剑的本体吗？我赶紧让他把力量借给我，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这么简单，我还以为他会拒绝我呢，不过也省了我一些麻烦。他告诉我是因为在我的灵魂里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所以才会答应我的请求。再次睁眼，尤蒂托就在一旁，他有点惊讶，我居然成功了。紧接着便告诉我测试通过了，我立马单膝跪地，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的弟子。本以为会这么一直安稳平静的变强下去，却没想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开局被病娇强吻，如今又被吸血鬼缠上，我以为自己要走好运了，可下一秒尤蒂托便被杀了。抬眼看去，动手的人居然是春。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会在这？1个月前，我成功的拜尤蒂托为师，并开始了训练计划。训练的第一天，他便询问我拥有什么技能，我选择隐藏回荡的能力，只告诉了他我拥有挑衅技能。他没有怀疑，并再次带我进入了暗道。途中，我得知他已经活了上千年，对迷宫无比熟悉，这让我不由感叹拜师的英明决定。随后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宝箱房间，竟然不用战斗就可以选择技能，这让我大喜过望。和之前的技能差不多，但却多了看破和威压。我询问一旁的尤蒂托该选哪一个，他告诉我选择剑术，因为傀儡剑现在寄生在我体内，选择剑术可以快速提升实力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剑术。而接下来，他居然要带我去迷宫的最深处。一路上，我们都没有遇到敌人，这有些奇怪。突然，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技能宝箱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尤蒂托也开口道：“考验运气的时候到了。”这个宝箱是在所有技能里面随机选择一个给予。我愣了一瞬，随即便毫不犹豫地选择打开。光芒闪动，我获得了属性赋予。这是什么技能？一旁的尤蒂托解释道：“这是罕见的技能，但没有魔法系技能就没意义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满脸失望。看到我的模样，尤蒂托立马安慰起来。随后，他便打算带我去隐藏房间。这时我却注意到了前方的大门，看到我的视线，尤蒂托表示那个就是离开这个迷宫的房间，也就是最终 BOSS 房。这话让我心中一惊，只要打败里面的 BOSS 就可以离开迷宫了吗？终于找到了离开迷宫的办法。我询问如果尤蒂托出手的话，打败这个 BOSS 会不会很轻松？可尤蒂托却表示这个房间的怪兽是3S 级，自从现在那个 BOSS 在房间里后，自己已经有50年没出去了。这顿时让我心中一沉，难道说只有变得比尤蒂托更强大，才有离开的希望？但尤蒂托却显得丝毫不担心，他仿佛认定我会变强一样。几分钟后，密室里，他割破手腕，随手变出一把刀，这一幕和杀我时的场景一模一样。紧接着，他让我凭借意志召唤出傀儡剑，我立马尝试起来。下一秒，长剑出现，这让我心中一阵欢喜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了战斗的能力。尤蒂托教我的第一节课，便是让我给他一刀。什么？这真不是你要找理由杀我吗？看到我的胆怯，尤蒂托立马安慰道：“没事，我不会随便取弟子性命的，但我却害怕伤到他。”闻言，他面色一沉，随后便笑着说自己可以随时恢复过来。而且，你觉得自己可以斩到我吗？看到他发怒，我心中一惊，连忙想要解释，而他却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。我一个闪身躲开，而他却抓准时机又一个冲刺。这一刻的他仿佛重新变回了恶魔。突然，他猛地朝我扑来，我抬手挡住，却被他一个发力击退。拥有这种怪力，到底要怎么击败啊？必须赶紧想到办法。对了，先躲开，然后再攻击，没有用。紧接着，他一个跃起冲来，短剑的话，就等他贴近。我抓住了机会，硬接了他一击，然后旋转剑向头攻击。这一击，他险之又险地躲开了，但他的手臂却被我划伤。我顿时大惊失色，而他也一脸的意外。眨眼间，他的伤势就恢复了。随后，他忍不住对我夸奖一番，并好奇询问我为什么战斗方式和别人不一样。我忍不住回想起被他击杀的几十次回答，但最终我还是说自己从没有训练过。他顿时惊讶起我的才能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开始和魔物进行实战训练，途中差点遭遇危险，尤蒂托救下了我。他立马让我重新调整姿势。得到指点后，我面对飞剑显得游刃有余。他忽然在身后爆喝：“就是现在！”原来当无头马的魔力耗光时，就相当于一个活靶子，所以这是最佳动手时间。我立马听从他的命令冲了上去，3下2除2将无头马全部斩杀。身后的尤蒂托忍不住鼓起了掌，随后便是夸奖，我却表示没有您的指导，我也不会进步这么快。可尤蒂托却傲娇地开口道：“如果你死在这里，我下次能出去的时间就不知道是几十年之后了，所以变得更强吧。”我立马大声答应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技能面板出现提示，获得技能点。我随即点开技能面板，剑术需要30点才能提升，而傀儡剑需要70点。这时尤蒂托发来询问声，我当即表示想存够30点，然后提升剑术。做好决定后，我回到了藏身处。此时我的任务就是泡茶、做饭，但这茶并不是普通的茶，而是魔物的血。接着就是做饭，骡子的肉、沙拉以及德律阿德斯的果实。看到最后一样，尤蒂托顿时兴奋起来。接下来就是愉快的用餐时间。期间，我询问他之前是不是可以随意进出迷宫，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因为迷宫没有阳光，所以很舒服，但他不能出去的原因不止于 BOSS。之前这所迷宫有很多的转移阵，
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转移阵被别人破坏掉了，所以自己就出不去了。我好奇是谁破坏的转移阵，他表示并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些怀疑，那就是把春封印在迷宫的人。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，我心跳加速，随后便当即询问他是否知道春的来历。原来春是讨伐魔王的勇者，可是100多年前讨伐了魔王的勇者，名字叫艾利吉恩啊，这是众所周知的英雄。但是春打败魔王是什么意思？我当即询问为什么春会被封印在迷宫里，这一点尤地托也不知道，但是他给予了我一个忠告，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解开他的封印。讨伐了拥有毁灭世界力量的魔王，一旦释放，后患无穷。闻言，我满脸冷汗。在一条时间线上，我将春释放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啊？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，我的剑术提升到了3级，距离逃出迷宫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和尤地托的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。在解决完一波魔兽后，他率先回到了藏身处，而我却处理起了魔兽尸体。忙完一切后，我也回到了藏身处，却恰巧遇到尤地托在换衣服，这顿时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满脸通红的说着对不起，他却笑着说我的反应真可爱。和之前一样，我做好了晚饭，准备回到自己的藏身处，可他却邀请我在这里过夜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却表示没有理由。闻言，我当即表示想回去，他却生气地鼓起嘴，真是可爱呀。无奈，我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我们俩一起躺在床上，沉默了一会，他率先开口道：第一次见你的那天，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是啊，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可是毫不犹豫地将我解决了。一想到他现在睡在一旁，就有点不可思议。我问他最开始是不是想杀了我呀？他顿时满脸惊讶，看着他的反应，我满脸得意。要知道，我可是被他杀了不知道多少次。而他也解释道，之前遇到的人，见面的一瞬便想杀了他，为了自保，他不得不警惕起来。我当即表示自己一直很感激他，自己能存活到现在都是因为他。可他却突然抚上了我的脸，这顿时让我大惊失色。这是要干什么？是要亲我吗？紧接着，2个身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。这次要不要拒绝？拒绝了会不会和春那次一样？一阵思考过后，我开口道：尤地托大人，现在的生活我并不讨厌，但是我很害怕。如果这样舒服的生活，我怕我内心的复仇之火会消失。当我不断的被巨熊杀死时，我诅咒自己的命运。但是现在已经拥有斩杀魔物的力量和这么可爱的美少女，如果继续沉浸下去，我会……尤地托大人，我喜欢你，但是现在还不行。闻言，他眼帘低垂，随后便吻上了我，紧接着便开口道：我也喜欢你，接下来就是复仇结束后吧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一喜，可身后却突然出现一道人影，二话不说就将尤地托给杀了。什么情况？抬眼望去，是春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把吸血鬼小萝莉的好感度刷满，下一秒他就被杀了。杀他的人还是另一个说喜欢我的病娇。什么情况？春怎么会在这？他不是应该被封印住了吗？对了，之前他还给予过我技能，也就是说封印对他来说没用。这时地上的尤地托却突然大叫着让我逃跑。闻言，我转头看向他，就算只剩头颅了，还在担心我的安危吗？然而一旁的春却在听到这话后脸色一沉，随后径直地走向了尤地托，紧接着高举宝剑狠狠地斩了下去。我想要阻止，可是恐惧令我根本发不出声音，思维无法转动。这时春转身对着我开口道：卡斯基，我喜欢你哦，所以如果你和其他女人勾搭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一剑将我杀死了。我顿时口吐鲜血，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啊，又要死了吗？再次睁眼，我竟然又重新回到了宝箱房间，点开技能面板，上面只有挑衅技能，已经不是5个技能填满的状态了。和尤地托相处的这几个月，全部都消失了。这一刻，我再也忍不住，随即放声大哭起来。这一切的美好回忆都烟消云散了吗？我感到了绝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再次站了起来，并决定和尤地托再次相会。按照记忆，走进了传送阵，心里怀着一丝希望，如果他还记得我呢？我重新回到了我们相遇的地方，他果然在这，我顿时一阵欣喜。尤地托也注意到了我，可是他却和之前说着一样的台词，果然，他不记得我了吗？我说出自己的姓名，想让他记起我，可他却满脸尴尬地表示真的没有印象。闻言，我终于确认他是真的不记得了。此刻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全部都得重新来过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再重复一次吧。我再次跪下，想拜他为师。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，可我却坚定地想和他一起逃出迷宫。或许尤地托还会把我杀了，但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来这里拜访。见他迟迟没有动静，我抬眼看去，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。什么情况？尤地托被杀了，动手的人是春。他满脸阴寒地开口道：我说过，如果你勾搭别的女人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便一剑捅进了我的脖子。我再一次死亡，已经不能接近尤地托大人了吗？不然春会直接杀了我们俩。我从尤地托大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迷宫的结构和隐藏通道、技能宝箱和剑的使用方法。虽然已经和他没关系了，但他教我的东西都在我的体内。现在的我可以独自从迷宫逃出去。为了让你活下去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用你教过我的技能和知识，突破这座地下城。我首先来到了傀儡剑的房间，握住剑身，然后将它吞下。一瞬间，面前出现一道黑影，他也完全不记得我了。我说出自己的姓名，可他却突然表示好像在哪里见过我。上一次他好像也是这么说的。
我没有在意，直接表示需要他的帮助。可这次他却犹豫了，什么情况？上一次他明明答应的很爽快来着。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回答自己在思考，跟着我会不会达到变成人的目标。闻言，我一脸惊讶，变成人类吗？原来他之所以寄生在人身上，是想着变成人类。在这之前，他已经寄生了很多人，却没有一个让他变成人类。突然，他话锋一转，表示愿意成为我的剑，说不定被我支配，可以更接近人类。因为在我的身上，他感觉到了命运的安排。最终，他还是承认了我。好，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，有了傀儡剑，我就有了战斗的能力。接下来就是技能了。我按照记忆得到了剑术，剩下的就是那个随机宝箱了。可那个宝箱在最终 BOSS 房的前面，去拿相当的危险。上次获得的属性赋予还没机会使用，这次还不知道得到什么技能，不如先获得技能点，将剑术先提升上去。说干就干，按照计划，我开始斩杀魔物。凭借之前的记忆，我很快就将剑术提升了1级。但是这附近的无头马都被我杀完了，再次刷新还有一段时间，不如去攻打人狼巢穴。可那里出现过尤蒂托，现在绝对不能再遇到尤蒂托了。首先我们现在关系并不亲密，见面的一瞬他可能会杀了我。其次，春也会像幽灵一样出现，这个迷宫就像尤蒂托的后花园，我猎杀魔物也不能让他看见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这时手中的傀儡剑却突然开口了，他表示自己有办法。我被吓了一跳，他怎么会说话？他表示自己和我融合得很好，所以很快就学会了说话。在得知我想要获得更多的技能后，他说自己知道一个地方，听从他的指示走就好了。我按照指示来到了一面墙前，按下开关，一道走廊出现。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个密道的，他表示是上一个主人发现的。可是就算尤蒂托也不知道这个地方。走了一会后，手中的傀儡剑再次开口，魔物就在前面了，但凭借现在主人您的实力，很有可能被杀。我有点不屑，被杀？我可是早已经习惯了。这话落入傀儡剑耳里却成了玩笑话，我尴尬一笑，没有解释。这时大门关闭，一道道传送阵出现，光芒闪动，几秒后，一个个金甲战士出现，大概有20个。虽然说可以获得技能点，但是这些战士看起来不弱呀。但我却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准备尝试一下，举起手中的傀儡剑，使用技能黑之太刀。而战士们也立马有了反应。紧接着，我发动嘲讽技能，那些战士立马朝我扑来，我一个猛劈过去，但却被挡住。之前遇到的都是徒手魔兽，这种有武器的魔兽真是难对付啊！我看准机会使用挑衅技能，战士立马互相攻击起来。这种战术还不错嘛，但唯一可惜的就是魔兽们互相击杀，不算技能点。不过对于减少敌人数量来说，十分有效。我再次发动挑衅技能，没想到所有战士竟然一起冲了上来，我没有躲闪的空间，瞬间被杀死，大意了。再次睁眼，我重新回到了宝箱房间。之前是被铠甲巨熊杀死，现在是被金甲人类杀死，死亡了几百次了，但我却并不想放弃。整理好心情，我重新收服了傀儡剑，然后取得技能，再按照记忆走到房间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傀儡剑不由感叹我知道的真多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接下来就是面对金甲战士了。几分钟后，我再次被杀，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重新来过。一次次的死亡让我不由得怀念起了和尤蒂托在一起的日子。我再次来到了傀儡剑的房间，可这一次傀儡剑居然拥有了人形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比之前更像人类了？仔细想想，好像每次见到傀儡剑它都会发生变化。难道它对于回溯技能免疫？无所谓了，反正他的梦想是成为人类。听到我的话，傀儡剑吓了一跳，他好奇我怎么知道他的梦想的。我解释自己可以看透别人内心，他顿时满脸冷汗。和之前一样，我回到了金甲战士房间。这几百次的死亡让我有了对战的经验，可他们却是第一次见到我，所以我拥有很大的胜率。这次就让我们彻底做个了断吧。我发动技能嘲讽，立马有3个战士朝我扑来，按照记忆闪身躲开，他们会自相残杀。在这时把身体反转砍下去，解决掉一个，获得技能点。好，先解决掉一头。手中的傀儡剑发出阵阵惊呼声，可他不知道这是我在死亡无数次积攒的经验啊。身后有一个金甲战士朝我劈来，我却转身将其给腰斩了。到目前为止都和写好的剧本一样。此刻我充满了信心，再次解决掉一个后，我又获得了技能点。这里的魔物提供的技能点是其他地方的10倍，才打到4只就拥有了400多点。用这些点数提升剑术和傀儡剑，提升的一瞬，傀儡剑获得技能，我立马想试试。下一秒技能发动，傀儡剑变大了一圈。虽然有点不熟悉，但是这种形态下的傀儡剑可是拥有战绩的。傀儡剑剑技急驱龙突，一瞬间面前的金甲战士就被我斩杀一个，真不错呀，和寄生在我身上时一样，拉着我战斗。接下来我犹如砍瓜切菜一样将金甲战士一一杀死，但我却没有放松警惕。之前就是因为大意被偷袭了一次，周围只剩下几只了，一鼓作气全杀了吧。突然身后传来怒吼，啥情况？回头看去，周围的金甲全部跪倒在地。抬头一看，一个骑着骏马的金甲战士出现。这关的 BOSS 吗？难度双 S 级的魔物。在被春连续杀死几次后，我意识到只能凭借自己逃出迷宫。好在我可以不断回档积攒经验。几分钟前，就在我即将解决掉所有金甲战士时，却突然出现了一头双 S 级别 BOSS。
看着面前骑着高大骏马的驱动骑士，我一脸冷汗。这种怪物，我真的可以打败吗？与此同时，手中的傀儡剑也开口提示，自己的上任主人就是被这家伙干掉的。闻言，我突然冷静下来，毕竟我可是拥有回荡技能的。刚想到这，周围几只金甲战士便扑了上来，我随手挡下一道攻击，并心想着要快速解决掉这些喽啰，那便使用那一招吧。风切连，一瞬间，所有的金甲战士被我屠戮一空，手中的傀儡剑顿时发出阵阵惊呼，我却显得很随意，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招了。接下来就是要解决这头驱动骑士了。他一个猛戳过来，我虽然抵挡住，身子却暴退出去，这让我不由暗暗心惊，攻击范围这么广啊，看来只能突进了。我一个猛冲过去，却被轻松抵挡，接下来的几番攻击也全部落空，而他的攻击却如同狂风骤雨一般，这样下去绝对会被杀呀！没办法了，只能用那个方法了，虽然可能会死。我狞笑一声，随后高举傀儡剑，紧接着猛地跃起。既然因为那杆枪而无法造成伤害，那就连枪一起毁掉吧。傀儡式剑技，大车轮斩，刀光剑影之间，驱动骑士被劈成两半。嘿嘿，终于胜利了。系统也在这时出现提示，获得技能点，打开一看，居然获得了1300多点，这样就可以把傀儡剑提升到 LV3 了。我立即点击升级，傀儡剑获得技能残忍的捕食者，他居然变成了一个怪物。我好奇他这是什么形态，他却大声表示这就是他追求的。下一秒，他便猛地扑向我，然后一口将我吞下，随后便在嘴里喃喃道：当然是吃东西啊，主人谢谢你，这样终于可以变成人类了。我再次回道，没想到傀儡剑居然也想杀了我，之前完全被耍了呀。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傀儡剑继续攻略了吗？或许可以夺走金甲战士的剑。不行啊，没有傀儡剑的战绩很难杀死最后的 BOSS。可恶，怪不得之前傀儡剑好像说过什么怀念的味道，象性很好之类的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突然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或许这么办就可以了。我再次找到了傀儡剑，并成为了他的主人。和上次一样，我击败了最终 BOSS， 获得了大量的技能点。他焦急的让我快点提升它，但是我却直接拒绝了。见状，他好奇的询问为什么，毕竟提升后会变得更强。我却一语道破他想吃了我的事实，他顿时大惊失色，随后便不再伪装。我以为一切全在掌握之中，可手中的剑突然不受控制，直接架到了我的脖子上。傀儡剑也随即开口道：你该不会以为算计到我了吧？我顿时大惊失色，他给了我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现在被砍掉脑袋，另一个则是等会被吃掉。什么呀？两个都得死。我当即表示想和他谈判，毕竟现在砍下我的头，他就没法变成人类了，但是被吃掉的人不一定是我呀。闻言，傀儡剑回答：只有吃掉强大的人类才能变成人类，这样的人你可以马上找到吗？听到这话，我脑海中立马浮现两道身影，春和尤蒂托。有了其他人选，傀儡剑立马让我带他过去。我的大脑却在飞速思考着，一般来说，要成为祭品的是春，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，自己也被他多次杀害。如果是春在结界被破坏的瞬间将他斩杀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的吧。但是春可是杀死魔王的勇者呀，虽然我被他折磨，但是我真的可以解决掉他吗？另外一个就是尤蒂托大人，坦白来说，让尤蒂托成为祭品根本不可能。虽然关系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仍然很感激他。但总的来说，尤蒂托还是一只可怕的吸血鬼，同样也杀死了我好几次。想着想着，我已经来到了传送阵前，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呢？怀着决绝，我踏入了其中之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来到了春的封印阵前。春必须要死掉吗？与此同时，手中的傀儡剑表示眼前的结界很强大，必须先将其破坏，自己才能动手。我表示自己可以随手破坏掉，可是真的要动手吗？虽然在得到回荡技能后，就对生命有些漠视了，但那毕竟只是自己的生命，对于别人的死亡，我该怎么看呢？我要杀掉春吗？手中的傀儡剑发出催促，我却满脸冷汗。今后被春杀掉的可能性并非是零，所以在这里杀掉春是最好的选择。突然，我因为恐惧一阵恶心，不行啊，根本下不去手。我对春不是没有感情的呀，我也根本无法杀死说喜欢我的人。随即，我便让傀儡剑把我的头砍下来。闻言，傀儡剑一阵沉默。几分钟后，他表示自己放弃吃掉人类了，这让我一阵惊讶。为什么？之前不是毫不犹豫的就杀了我吗？而他给出的理由却是我很有人类的样子，这样吗？真是谢谢啊。随即，我便给他保证，一定会让他变成人类的。几分钟后，我来到了之前和春一起发现的房间，这里既有着和春的悲伤记忆，也有着和尤蒂托的美好回忆。但看目前情况，尤蒂托并未来过这里，所以这里很适合休整。我放下手中的傀儡剑，询问他除了吞噬人类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变成人类的方法。闻言，傀儡剑一阵沉默。起初，我还以为他可以通过寄生就能变成人类，可傀儡剑却明确表示自己需要升级到 LV3，然后吞噬人类。之前的主人全部在中途死亡了，所以之后他才选择了寄生加以控制，结果只是让他的身体发生变化而已，却一直找不到提升等级的办法。如今就连他都很惊讶，支配他的人中没有比我更擅长操控他的了。闻言，我沉默不语，这可是我死亡无数次换来的结果。忽然，傀儡剑询问我为什么来到地下城，这时一阵回忆涌入脑海，或许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傀儡剑。几分钟后，傀儡剑得知了一切，而我却自言自语道：村里没有伙伴，
如今我还痛恨着他们呢。这时，傀儡剑突然提议，要不要让我把村里的所有人都吞噬了？这话让我瞳孔一缩。我的复仇，傀儡剑的梦想一致了。我当即拿起傀儡剑，问他吃得完吗？他却表示小菜一碟。好，方案决定了，我们一定可以的，绝对不要吃剩了呀。接下来，我开始不断的挑战 BOSS 巨婴，一瞬斩杀。如今这种程度的魔兽对我不值一提。几天后，我决定前往地下城的最深处，却在路上意外碰到了一个人，尤蒂托。他怎么会在这？我顿时满脸惊讶。他看到我的一瞬，便露出了狞笑。原来傀儡剑在这样，你带着一把相当危险的剑呢。话音刚落，他就变换出了2把刀。我心中一阵慌乱，明明就快要逃离地下城了，却在这里遇到了尤蒂托大人。战斗吗？还没想完，尤蒂托便冲了过来，我当即跪下。这举动让我手中的傀儡剑一阵惊讶，我赶紧捂住了他的嘴，并表示接下来交给我。随后，我对着尤蒂托开口道：“伟大的吸血鬼真祖，我们正打算逃离地下城，请您是否能放过我？”听到这话，尤蒂托当即表示不可能，因为傀儡剑相当的危险。可我却说出自己将傀儡剑完全吞噬的事实，这让尤蒂托的脸色一变。他惊讶竟然有其他人知道控制傀儡剑的方法。我面色一暗，就是你教我的呀。而尤蒂托也在这时松口了，表示愿意放我们离开。我心中一阵欢喜，不用和尤蒂托大人战斗真是太好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手中的傀儡剑却突然吐槽了一句：“真是个暴躁的女人。”我顿时愣住，你个笨蛋！回头一看，尤蒂托已经重新举起了手中的刀。见状，我转身就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摆脱了尤蒂托的追击。没想到战斗竟然会发展成这样。这时手中的傀儡剑发出疑问：那种吸血鬼应该很好对付的，为什么主人你要逃跑呢？我却在脑海中浮现了过往的种种，我不想和他战斗啊。傀儡剑继续追问为什么，我心中暗暗嘀咕，总不能告诉你我和他在另一个时间线相处的很好吧。不管那么多了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击败最终 BOSS， 逃离这座地下城了。逃离迷宫前最后一战，昔日被牛之痛，今日必百倍奉还。在摆脱掉尤蒂托后，接下来就是要去解决最终 BOSS 了。可在这之前，我需要开一个随机宝箱。这个宝箱位置尤蒂托带我来过，但之前却获得了一个没什么用的属性赋予，不知道这次可以获得什么。想到这，我忐忑地将宝箱打开，一道光芒闪过，系统出现提示：鉴定，这是一个地级技能，之前在技能表上看到过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随即，我对着傀儡剑发动技能，但却出现鉴定失败的提示，是等级不够吗？对了，之前还有1332的技能点，只要留下700点可以把傀儡剑升到3级，剩下的都可以用在鉴定和挑衅上。说干就干，我立即将两者都提升到了3级，随后再次对傀儡剑发动鉴定，他的头上立马出现了提示：黑之太刀以及一系列介绍，这让我不由一阵欣喜。而我的行为也引起了傀儡剑的注意，他疑惑我在碎碎念什么。我解释自己刚刚在使用鉴定技能呢。闻言，他立马表示了不满，竟然擅自鉴定我这个美少女。主人，你好变态！什么美少女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有点不相信。说着说着，我已经来到了最终 BOSS 门口，心里有点紧张。这一幕被傀儡剑看到，他立马鼓励我，这让我内心不由一阵安定。那么就去解决掉这个 BOSS 吧。思考间，我推开了大门，里面的空间巨大无比。几秒后，大门关闭，一道黑影出现。我也举起了手中的傀儡剑，准备面对接下来的魔兽。等黑影停下后，我才发现，居然是一只大蜈蚣。这就是 SSS 级的魔兽吗？随即，我发动鉴定技能，对面大蜈蚣的技能立马显示了出来，居然还会喷射毒液。没想完，便有一滩液体射来，我闪身躲开，身后的墙却被腐蚀出一个洞。这要是被粘上，不得立马嗝屁啊！我当即发动傀儡剑的技能，准备用灵活的身法来找到蜈蚣的弱点。经过几次闪避，我找到了一个机会，狠狠地劈到了蜈蚣的身上，可他却没丝毫反应，而我自己反被震飞出去。随后他猛地冲来，我想跳起躲开，却被他一个甩尾击落。啥情况？看来只能使用那一招了。我高举傀儡剑，然后猛地跃起，大车轮斩，拜托了，穿过去吧。可没想到竟然连蜈蚣的皮都没蹭破，骗人的吧？我的攻击对这只 BOSS 来说无效，到底要攻击哪里才行啊？足关节吗？不行，脚也不行，眼睛可还没碰到，我便被击飞。这次不行了呀，挑战最终 BOSS 还是太早了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死了也会重来。就在我准备接受死亡的时候，手中的傀儡剑却帮我挡下了一击。他高呼道：主人，你在放弃什么呀？说好了，你会让我变成人类的呀。听到这话，我立马想到，这一路的艰辛，要不是傀儡剑，我根本走不到这里。和傀儡剑的约定，只能在这条时间线上实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稍微认真一点吧。大蜈蚣的弱点到底在哪里？应该是柔软的地方。接下来我又寻找了几个地方，突然他猛地朝我扑来，我的脑海却闪过一丝灵光。傀儡剑，我好像发现蜈蚣的弱点了。虽然这么做的话可能会死，但是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。随后我对蜈蚣使用挑衅技能，他立马朝我扑来，而我立即使用了傀儡剑的剑技极区龙突。我朝着蜈蚣的嘴巴冲了过去，然后撕开一条长长的伤口。这么长的切口，就算是装甲也能贯穿吧。好了，要上喽。接下来我又是一个冲刺，从蜈蚣身体飞出，然后稳稳落地。这时系统出现提示，
讨伐魔物成功，获得技能点，做到了吗？手中的傀儡剑发出阵阵欢呼，而我却忍不住颤抖起来。随后是放声大叫，终于攻克这座地下城了。这时一道光芒出现在眼前，获得奖励，火焰剑，居然是讨伐奖励。看着我手中的火焰剑，傀儡剑立马发出不满声，想搞外遇啊！我尴尬一笑，表示就一下下，随后将它放到一边，然后拿出火焰剑。今后傀儡剑可能会变成掠食者，拿到这把剑就有备用的了。接下来就是离开这座地下城了。一阵光芒闪过，我来到了外面。这时阶梯下的守卫也注意到了我，我朝着下面走去，感叹着天空的美丽。这时守卫已经将大门给打开了，我看到了曾经欺负过我的人，看着他们，我想起了曾经想把春当作祭品时呕吐出来的场景。当时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无法杀人啊？可是现在我却完全没有那种感觉。闻言，傀儡剑爆发出欢呼声，而我也是立即将傀儡剑升到了 LV3。残忍的捕食者，去吧！傀儡剑把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的全部吃掉。话音刚落，他便扑了出去，而我却看准了之前欺负我的两人，他们被我轻松放倒。我狞笑地询问他们雨杰在哪，其中一个不服气地表示为什么要告诉我。我当即划破了他的鼻子，他立马发出惨叫，真不错呀，这把火焰剑能灼烧被触碰的对象，用来拷问再好不过了。我随即威胁道，不想回答的话，我会灼烧到你们回答为止。随即我便让一旁的傀儡剑随机行动。另一边，村长儿子雨杰正在赶来，他没注意到我，我却叫住了他，雨杰，好久不见啊。他看到我有点惊讶，可却立马表示没空理我。如今村子里出现了魔物。闻言，我笑道，那么如果魔物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我呢？话刚说完，我便一剑贯穿了他的手臂，然后猛地划出，他立马惨叫的跪倒在地。见状，我开口道，雨杰，你好像有什么误会，我先说清楚，只要我想，随时都可以杀了你。他却不服地让几个手下抓住我。以前的我或许立即就会被杀了，可现在我发动挑衅技能，他们立马朝我扑来，我闪身躲开一刀，然后一个横劈穿刺，接下来是斩首，几个小卡拉米分分钟解决。看到这一幕的雨杰都吓尿了。我嘲讽道，你知道我在地下城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吗？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残忍的方式杀了你，一直。闻言，雨杰彻底被吓哭了，他哀求着让我原谅他，我却笑着开口道，放心，你跟这些家伙不一样，我不会轻易杀了你的，我会用最残忍的方法解决你。傀儡剑四处屠戮的同时，卡塔夫村冒险者工会村长开口让冒险者去消灭入侵的怪物，门却被突然撞开，是雨杰，而我却跟在他身后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村长。他疑惑我是谁，地下的雨杰立马告状，说我联合魔物在屠戮村子，我却宛若未闻，自顾自地开口道，你陷害我杀了内米亚，还把我放逐迷宫，强暴内米亚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儿子干的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听到这话的村长立马暴怒地让周围人抓住我，即便是杀了也无所谓。这把地上的雨杰给乐坏了，他认为我对付这么多冒险者是不可能的，接下来迎接我的是必死的结局。可我却只是笑了笑，下一秒周围所有人都朝我冲来，我随手干掉一个，然后转身又是一个，真是太弱了，跟迷宫的魔物相比实在是太弱了。不到几分钟，我便干掉了所有的冒险者。看到这一幕的村长当即想要溜，我却叫住了他。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海，既然他们父子团聚，那就玩个特别的游戏吧。接下来我要对你们其中一个拷问，哪个接受拷问呢？两人立马支支吾吾起来。我催促一声，村长当即让雨杰来接受拷问。雨杰不服，两人便吵了起来。真是丑陋啊，你们真的是父子吗？随即我开口表示时间到，既然没有人选，那么就两个都接受拷问吧。这时村长突然跪倒在地，表示之前的事和自己没关系，儿子受到什么伤害都不要紧，只要放过我。听到这话我笑了，一旁的雨杰却急了，他大骂村长混蛋，我却开口说就听村长的吧。雨杰吓得立马跪地表示该拷问自己的老爸，我却站起来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随手给两人递了一把刀，你们父子互相厮杀，赢的人免除拷问。话音刚落，村长便发动了攻击，雨杰一个闪身躲开，真厉害呀，为了保命父子残杀，这两个人渣真是太好了。几分钟后，雨杰杀了自己的父亲，我拍手恭喜道，你是最后的赢家。他询问是否可以被原谅，我却拿出了火焰剑，随后一刀劈了过去，雨杰瞬间死亡，终于结束了。内米亚，你的仇我帮你报了。这时屋外传来了惊呼声，我立马冲了出去，傀儡剑竟然变成了一个蛋。这时蛋壳破裂，随后一股沙土喷出，烟雾消散后，一个人影显现，是傀儡剑吗？居然真的是一个美少女，可她的另一边身子却是怪物。我问她是否习惯人类形态，可她却抓着头嘴里疯狂说着，不对，我想成为的是人类，而不是这种怪物。闻言，我立即上前安慰，可她却失落地表示，变成这副怪物模样根本没意义啊，杀了我吧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办到？我当即表示，不论她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我的伙伴。闻言，她询问我是否爱她。听到这话，我一愣，随后便回答喜欢她。听到这话的傀儡剑终于笑了。这时身后的吞噬者也蠢蠢欲动，下一秒他便从天而降，然后一把将傀儡剑吞入腹中。什么情况？傀儡剑。1天后，我来到了内米亚的坟墓，和他诉说着过去的种种，同时也告诉他村长已经被解决了。虽然复仇了，可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？突然一个灵光闪过，
春赋予我的技能，我随即召唤出技能面板，傀儡剑已经消失了，但是回荡技能还在。可如果重新来过的话，之前的所有努力就全部作废了。但傀儡剑，想着想着，我已经站到了悬崖边，内心已经有了选择了，不是吗？带会剑，傀儡剑，这次我一定会做出一个完美的时间线。随后，我朝后倒去，坠落悬崖。为了拯救被吞噬的傀儡剑，我选择了自杀，准备回到最初的存档点。再次睁开眼，我重新回到了巨熊房间。好，计划完成。放心，傀儡剑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变成完整的人类。如今的我已经对复仇没有欲望了，即便是杀了雨杰，那米娅也回不来，所以不如生活在地牢里，和我唯一的朋友。想着想着，我来到了傀儡剑的房间，可面前居然空无一物。什么情况？剧情再次发生变化了吗？我四处寻找，却突然发现走廊传来一丝动静。傀儡剑，是你吗？话还没说完，一根触手便射来，然后一把将我抓住。是只怪物，有点像傀儡剑的吞噬者形态。我大声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可他仿若未闻。我和他说着之前的经历，试图唤醒他，可傀儡剑却毫不犹豫地张开大嘴，然后一把将我吞入腹中。之后我又尝试了几次，毫无意外的全部被杀死。再次回到巨熊房间，绝望充斥着我的内心。这次就连剑也丢失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所有离开迷宫的方法都没有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每次回荡的时候，傀儡剑都会发生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回荡对他来说没有影响。那么如今该怎么办呢？去找尤蒂托大人吗？他可能知道怎么将傀儡剑变回人形。不行，一旦和他接触，春就会出现杀了我们。或许可以去找春。记得第二次释放春时，他没有立马杀死我，所以接触春其实是有希望了。说干就干，我立马走进了前往春封印的通道。看着面前被封印的女孩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明明是给予我回荡能力的勇者，却杀死我无数次。这次说不定还是会被杀，可就算这样，我也会重新来过，直到知晓回荡的秘密。思考间，我将手伸了过去，结界破碎，春被释放。和之前一样，他一脸茫然地询问我是谁，这让我有点惊讶。难道他不记得我了？再次询问，他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这让我大喜过望。可接下来的话让我顿时惊骇不已。虽然像刚认识的人，问这个问题有点奇怪，但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什么情况？他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随后我告诉他，你的名字叫春，现在我们正在地下城。什么是地下城？就是怪物居住的迷宫。什么是怪物？怪物就是攻击人类的生物。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有点懵逼，他也被吓了一跳。随后喃喃自语道，原来我是迷失在了游戏世界里，可这也太真实了吧，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随后他询问了我的名字，我如实回答，可在听到我名字的一瞬，他眼里闪过了一丝惊芒，真是一个很酷的名字，这把我吓了一跳，脑海中瞬间回想起了当初他病娇的模样。老实说，我不希望他喜欢我，于是我赶紧进入正题，询问他是否知道傀儡剑。闻言，他陷入了沉思，几分钟后，他嘀咕道，好像在哪里听说过，但是我不记得细节了。这让我心中燃起了希望，如果他记得如何将傀儡剑变回人类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所以目前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帮助他寻找回之前的记忆，或许带他去傀儡剑的房间他会记起什么。可是如果他的记忆回来了，他也不一定知道如何让傀儡剑恢复记忆。与其留在他的身边，不如去找尤蒂托大人。看到我的模样，春询问我在说什么，我立马表示没在干嘛。看他现在的状态，应该不会杀死尤蒂托吧，而且目前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依靠尤蒂托大人。心中有了决定，我便准备在暗中施行未来的计划。随后我们进入了迷宫走廊，那里正有一个人狼在游荡，要前往尤蒂托的位置就必须穿越走廊。可是现在我失去了武器，春也没有了记忆，无法战斗，所以目前又卡住了呀。不，或许用那个方法我们就可以穿越走廊了。记得之前路上会放着随机物品，只要开出一把武器，我就有了战斗的能力。说干就干，曾经的病娇少女，如今却成了人畜无害的小白兔，而我也因为回荡丢失了所有技能，如今甚至就连一只人狼都无法解决。就在我准备去寻找宝箱时，春却叫住了我，他说自己好像有一个储物箱的技能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便伸出了右手，伴随着一道光芒亮起，一把巨剑显现出来。我记得这就是当初他斩杀魔像用的那把。我询问他是否可以把长剑借给我，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接过剑后，我便感到一股力量涌入了身体。好，有了这把剑，即便我还没有获得剑术技能，应该也可以打败人狼了。随后我让春躲起来，而自己却开始做起了准备。几分钟后，我立马对着人狼发动了挑衅技能，他嘶吼着朝我扑来，一切按照计划在进行。接下来就是寻找破绽了。可没想到仅是一击，我就将人狼给斩杀了。啥情况？是因为手中的这把剑吗？目睹这一切的春当即发出了欢呼声，好厉害呀！基斯卡居然这么轻易的打败了魔物。我有点不好意思解释，可能是因为宝剑的缘故。紧接着我便开始在墙壁寻找起来，准备抄近路去尤蒂托的房间。思考间，我按到了一个按钮，伴随着地面震动，一条隐藏通道出现。看到这一幕，春张大了嘴巴，基斯卡，你懂得真多呀。还好吧，我轻描淡写的回应了他的话。这条路还是当初的尤蒂托带我走的。随后我便提醒道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见一个人，希望你注意点。注意什么？那个人很暴躁，我们要是惹怒了他，会被杀掉的。
但是那个人对我们逃出迷宫有很大的帮助。闻言，春一脸的不安，可最终还是赞同了我的决定。路上，他开始问我注意事项，我大概和他解释了一下我的计划。突然，他笑出了声，什么情况？明明是要去见很恐怖的吸血鬼，他却笑出了声。他立马解释，是因为觉得我很可靠，所以才笑了出来。好吧，心中带着怀疑，我们来到了尤蒂托所在的房间。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人影，心里逐渐紧张，千万不要说错话呀，不然绝对会被杀的。紧接着，我让春在原地等我，而我却独自走向了尤蒂托。伟大的吸血鬼真祖，我和之前一样单膝跪地，说着奉承的话。可过了很久，对面都没有回应。奇怪，他之前可从来没有这么无视过我。想着想着，我便稍微抬起了头。这时，春的声音响起：“喂！”没想到他竟然走到了我的前面。见状，我顿时紧张起来。你在干什么？尤蒂托会杀了我们的！就在我准备道歉时，眼前的一幕却把我吓呆住了。尤蒂托竟然已经死了，他的身体还在椅子上，可是脖子以上却空空如也。这是被别人杀死的吧？看着尸体的春这样说道。他皱着眉头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愿看到的东西一样。我淡淡回应了一句是的，心中却在疯狂思考着，尤蒂托不太可能是被迷宫的魔物杀死的，原因之一便是他的实力很强大，另一个则是他脖子上的伤口实在是太过整齐了，那分明就是刀刃斩断的痕迹。从坐姿来看，可能他都未察觉敌人的存在。到底是谁呢？应该不会是春吧？他一直和我在一起，傀儡剑也变成了怪物，他靠近的话，尤蒂托应该会察觉。还有其他存在吗？回荡了这么多次，不记得有这样的人啊。一旁的春不安地询问道。基斯卡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先考虑逃出迷宫吧。既然不能依靠尤蒂托大人，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了。寻找让傀儡剑变回人类的方法，还是等离开迷宫后做比较有效率。可暗地里还藏着一个实力强大的人，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动机，真是可怕。所以接下来必须快速提升技能，从而拥有自保的能力。在那之后，我和春开始四处攻略。首先，我在一个隐藏房间开出了剑术技能，紧接着我又进入了金色铠甲战士房间，获取了大量的技能点。虽然失去了傀儡剑，但春的大剑也意外的好用，我们无伤通过了这些关卡。拥有双 S 级实力的吸血鬼居然悄无声息的死了，这让我内心十分的惶恐。难道迷宫里还藏着一个变态杀人魔？于是我便想尽快提升实力，从而逃出去。可在攻略完金甲战士后，春居然提出了想要一起战斗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这让他有点惊讶。如果她只是普通女孩的话，我肯定会拒绝，但是她毕竟是拯救过世界的勇者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特训，春很快就掌握了杀死魔物的能力，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是身体似乎还有战斗的本能。之后他每杀死一只魔物，就来我身边期盼着夸奖。我一边说着很棒很棒，一边摸着他的头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将大剑还给了他，而自己则是用起了金甲战士的单手剑。有了春的加入，我们攻略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照这样下去，几天之后就能打倒最终 BOSS 了。可这一切不过是我的臆想罢了。在探索完一段迷宫后，我们住进了尤蒂托隐秘的房子，这是之前尤蒂托告诉我的。紧接着，春便打算准备晚饭，我提出想要帮忙，可他却只是让我歇着。多么熟悉的场面啊！这是他第二次给我做饭了。我们吃的很简单，仅仅是魔兽的肉罢了，也没有调味品，但春却对这异常的满意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也是食欲大增。饱餐一顿后，春提出想洗个澡。经过一番寻找后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大桶，点上火。我让春先去洗洗，可他却有点不好意思。一番推辞后，他还是去了。听到浴室的水声，我思考着接下来的打算。突然，浴室传来了春的惨叫声，我慌忙跑了进去，只见春坐在地上，原来是因为水温太烫了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遇到了什么危险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春却抱住了我，然后吻了上来。基斯卡，谢谢你这一路的保护哦。啥情况？我该怎么办？好在这时水温降了下来，我急忙寻找一个借口离开了。晚上，我还是让春躺在床上，而自己则睡在沙发。明明攻略地下城很累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是因为刚刚在浴室和春的气氛变得奇怪的缘故吗？不，虽然有一点，但更多的还是另外一个原因。我想起了之前的那段噩梦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被春袭击了，在我拒绝了他的表白后，他便自杀了。这次会不会还像上次一样？如果真遇到那种情况，我到底该不该拒绝他？大概率不会吧，毕竟如果他再次自杀的话，我会疯掉的。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，因此没能好好睡一觉。回过神后，已经到了起床时间了。没错，他居然安静地睡了一整晚。基斯卡，你怎么有黑眼圈啊？我借口是在思考怎么攻略迷宫，他没有怀疑。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刷怪，春提出想要去最终 BOSS 的房间，可在那之前，我还要去一个地方。经过一番寻找，我找到了一个隐藏通道。见状，春再次瞪大了双眼，这种地方居然有隐藏的房间，基斯卡真的厉害呢。被他一夸，我瞬间不好意思起来，但心里却十分得意。随着我们两人的打打闹闹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就是那个装着随机技能的宝箱。我想让春来打开宝箱，毕竟我已经获得了剑术技能了，可他却不愿意，并借口自己可能已经无法获得技能了，这让我有点惊讶。仔细一想，确实是这样，一个人最多拥有5个技能，春是勇者，技能已经满了也不奇怪。随后我便打开了宝箱，一道光芒闪过，我获得了誓约技能。这是什么技能？
好像在战斗上无法派上用场啊，真没办法。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是我感觉目前拥有的能力应该足够了。接下来就是讨伐最终 BOSS 了。翌日，我们站到了最终 BOSS 的房门口，要开门了。似乎有点紧张。春的声音显得有些尖锐，我在心中静静盘算着，剑术和挑衅已经升到了 LV3，誓约不具备等级概念，还是原样，装备是金色铠甲的单手剑，用起来很顺手。之前也把作战计划告诉了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打开门，一阵嘶吼声传来，大蜈蚣3S 级别魔物，之前已经打倒过一次，所以这次一定也可以。我提醒春小心魔物的毒液，自己则发动了挑衅技能吸引注意。他猛地扑来，我用剑挡住攻击，随后反击，果然很硬，但我并不害怕。我再次发动挑衅技能，蜈蚣却朝我喷出了毒液，虽然被挡住了，但是我手中的剑却融化了。完了，我失去了武器。春见状想要冲过来，我却阻止了他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说完这句话后，便开始用挑衅技能来吸引蜈蚣注意，然后用灵活的身法躲开攻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春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基斯卡，让你久等了，要上了。原来在这之前，我将春以前展示给我的招式交给了他，但这个招式需要时间发动，所以我来吸引 BOSS 注意。他趁机发动攻击，伴随着一道闪光，大蜈蚣的甲壳在碰到他大剑的一瞬便被击碎，一击便让大蜈蚣失去了抵抗能力。面板出现提示，讨伐魔物成功，获得技能点。春，干得漂亮！我高兴地看向他，他的眼里却浮现出泪水。怎么了？这时候不应该很高兴吗？原来他这是喜极而泣。我鼓励地摸了摸他的头，他顿时笑了起来，这让我瞬间产生了想要守护他的想法，似乎我对他产生了一丝感情。这时我们注意到了一旁的土堆上有一把宝剑，是火焰剑。通关奖励，春毫不犹豫地将它让给了我。随后地板上出现一个传送阵，好了，只要站上传送阵就可以离开迷宫了。春催促着我快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经过，春的手臂被斩断。什么情况？春发出惨叫，我本能地向他伸出手，身体却被突然撞飞。隐藏的那家伙出现了，是谁？我一边喊着，一边看过去，想要确认那人的身份，可却没想到那人居然是另一个春，面前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所以之前杀死尤蒂托的也是他吗？只见后来出现的春用着冰冷的语气开口道：真狡猾呀，只有你一个人得到好处，而我却总是扮演吃亏的角色。什么情况？我的脑子一片混乱。一旁被砍断手臂的春还在不断挣扎着，同时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我颤抖的开口问道：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哪一个春，或许我在问他们两个。我是春，回答我的是那个将我踢飞的春，那为什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？我有些疑惑，而那个春却自嘲地笑了笑，他指着被砍断手臂的春说道：那家伙是个冒牌货，总是伪装成为我，想要夺走我的一切啊！这让我的脑子更加混乱了。根据黑春的描述，他才是本尊，而一直和我在一起的白春则是冒牌货。我到底该听谁的呢？白春抱着脑袋陷入了混乱，他之前失去了所有记忆，所以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出现另一个自己，把对自己不利的记忆全部消除，重新来过吗？真是狡猾的家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啊！他们互相争论着，突然白春向我投来了求助的神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看着他不断颤抖的肩膀，我上前抱住了他，希望能稍微消除一点他的不安。目睹这一切的黑春小声地骂道：真狡猾呀，只有你一个人被他疼爱，然后把讨厌的事情推给我，一直都这样利用我，我已经受够了，不奉陪了。虽然一直都在忍耐，但已经足够了。我也想站在你那边，因为我也喜欢。后面的话我有点听不清了，但是我却看到了他满脸的泪水。怀中的白春闻言急忙想要解释，可是我已经顾不上了。我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什么才是正确的，什么才是错误的，什么是邪恶。我只知道眼前有个女孩子在哭，我想帮助她。我下意识地朝黑春伸出了手，可她却只是在嘴里喃喃道：已经不行了，早知道变成这样，我就不救你了。如果是这样的世界，干脆毁灭掉更好吧。闻言，我瞬间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，可还不等我阻止，他便轻声地开口道：重置。话音刚落，世界便陷入一片黑暗。回荡技能是春给予我的，我用这个技能无数次回到了过去，但是我却对这个技能一无所知。刚刚黑春说出了重置两字，瞬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技能的组成：保存、重置。一直以来我以为这个是组合在一起使用的，但当黑春说出重置后，我才真正意识到它们是相互独立的。还不等我想完，周围的世界便被黑暗吞噬了。当意识再次苏醒时，眼前一片黑暗，我有些疑惑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仿佛是虚无的世界一般。我试着大声呼喊，可回应我的只是寂静，不能一直在这待着，我得四处探查一下。在那之后，我徘徊了几个小时，可不论走到哪里，周围的世界都没发生变化。因为没有太阳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突然，一道声音传来，终于找到了，原来你在这啊！我疑惑地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那居然是一尊不可名状的生物。他有点好奇我为什么惊讶，我解释自己只是脑子一片混乱而已，并询问目前是在哪里。你又是谁？闻言，他笑着解释道：这里是世界毁灭的结局，至于我是什么，我也不好解释。毁灭世界的结局什么意思？
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虚无。可为什么我的意识还残留着呢？我询问他是否是神，如果他是神的话，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可他却自称观测者，职责是负责观测世界。原来如此，可为什么唯独我没有意识消散？他解释是因为我处在因果律的外侧，是因为回荡技能吗？观测者继续开口道：毁灭世界的是春，他改写了因果。我来找你，就是想问你，你想拯救世界吗？我有点犹豫，这种事情我真的可以办好吗？见状，观测者有点着急了，他再次问道：你想拯救春吗？当然。我想起了黑春流下的眼泪，我想知道他流泪的原因，并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2个春。思考的同时，观测者回应道：那么世界的命运就交给你了。伴随着一道道吟唱，周围的法阵亮起。最后他提醒道：要记住2点，你的回荡仍然有效，但要注意使用的方法。另外，一旦你拯救了世界，就会强制将你送回原来的世界线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。那么你就去世界毁灭之前吧，也就是100年前。光芒闪过，回过神时，我正站在地上沐浴着阳光。这时身后传来呼喊声，回归者出现了，竟然有人攻略了这所迷宫。我朝声音的方向看去，迷宫回归者什么意思？仔细一看，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攻略迷宫的台座上，手里还握着通关奖励火焰剑。看来我是踩上传送阵，被传送出来了。看看周围，没有春的身影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离开了迷宫。可是这真的是100年前吗？